佩洛西刚刚窜访台湾地区，俄罗斯就指责美军在乌克兰直接参战了，这是一个什么套路？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傅贤少。就在乌克兰窜访台湾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岛实施几乎全岛封锁的大演习之际，美国白宫官员继续与佩洛西划清界限，声称国会是独立部门。用美国人的话说，拜登政府不希望看到此事升级成任何形式的危机和冲突，也希望和中方保持沟通渠道，没有理由把这一事件放大。但是不管美国人如何解释，中国人民都已经感受到了美国的恶意。一场台海军事危机已经发生，美国将不得不承受中国的怒火。就在这个关键时候，俄罗斯军队突然宣布，美军直接参与了乌克兰冲突。美军的直接参战甚至突破了俄罗斯划设的红线。据俄罗斯国防部声明，乌克兰军方已经承认，美国军队的人员会直接为乌军部队确认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的打击目标。这是俄罗斯首次指责美国直接参与俄乌冲突，这将与过去的代理人战争的性质完全不同。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言人确认，乌军与美军的情报部门会在火箭炮发射前展开协商。美国人有权利阻止任何攻击行动，这意味着最终确认攻击目标的是美军。截至8月1日，美国已总共向乌克兰提供了16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俄军呢则已经消灭了6套海马斯以及200多枚火箭弹等。但五角大楼称这显然是虚构的。那么俄罗斯为何在这个时间点宣布美军直接参与战争了呢？首先，这是俄罗斯对美军支援乌军海马斯火箭炮的最严厉的警告。说实话，俄罗斯军队对海马斯火箭炮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俄军大量高价值的目标被摧毁，也严重打乱了俄军的作战部署和进攻的节奏。特别是在赫尔松地区，乌军依赖海马斯火箭炮的反击，已经夺回了50多个居民点，逼着俄军向赫尔松征兵。所以，能够证明美军直接参与了海马斯火箭炮的操作，就是俄罗斯通过舆论战给美国施压的一个重要手段。其次，利用佩洛西在台海挑起军事危机的时候与美国摊牌。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被认为是一场没有胜利可能的豪赌，但是它也的确在严重消耗美国和俄罗斯的军事资源。在佩洛西访台挑衅中国引发危机的时候，美国就不得不同时面对这2场危机。这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对美施压的战略契机。中俄两国有着没有上限的战略互信，只要台海有事，俄罗斯就会在乌克兰方面对美国加大战略压力。这么玩的确非常聪明。俄军可能在为乌克兰战场上展开更大规模的行动创造条件。俄罗斯一再警告，北约下场参与俄乌冲突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甚至不排除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现在美军直接参战被证实了，那么俄罗斯军队就有了在乌克兰全境展开大规模报复活动的借口。俄军要改变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就必须把作战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乌克兰的纵深，而海马斯火箭炮由美军参与操控，就是他们扩大军事行动的一个正当理由。总体来看，俄罗斯的外交部门和俄军真的非常善于把握机会。美军直接下场参与俄乌冲突，俄军将如何报复？这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深入观察。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